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朋友们，当新加坡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木根在脸书上极其罕见地甩出这种毫无回旋余地、硬邦邦的重话时，你就该知道有人精准踩到了新加坡的高压线。很多人以为能让部长亲自下场点名封杀的，肯定是带着长枪短炮的国际恐怖分子，但事实完全相反。这次被新加坡直接拉黑，永远拒之门外的，是一个简历看着挺牛的马来西亚籍博士，叫法迪亚。这人干了什么杀人或者放火的事吗？没有，他没带任何物理意义上的武器，但他带的东西比炸药包危险10000倍。他想把激进社会运动的火种直接塞进新加坡的国门。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他的目标群体，他不仅要在新加坡搞事，还直接把手伸向了 NAS， 也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这些顶级学府。他想干嘛？他想鼓动我们那些还在读书的年轻大学生去搞所谓的破坏性行动，在别人的地盘上忽悠别人的孩子去当政治炮灰，去冲锋陷阵。这根本不是什么学术交流，这就是在直接挑战新加坡的立国底线。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手无寸铁的学者能让整个新加坡的国家安全机器瞬间警铃大作？今天咱们就来彻彻底底的拆解这块从1965年建国到现在从来没变过的硬骨头，看看新加坡到底凭什么敢永远不看邻居的脸色行事。在很多老外的刻板印象里，新加坡这地方太敏感了，甚至有点政治洁癖。大家总觉得你一个地图上放大10倍都快找不到的小岛，周围全是一帮体量庞大、人口上亿的邻居，你是不是应该身段柔软一点？遇到这种所谓的民间学者，是不是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免得惹来国际上那些所谓人权组织的口水战？甚至有人觉得这种直接下达入境封杀令的做法显得新加坡格局太小，不够包容。但只要你稍微懂一点宏观经济的底层逻辑，你就会发现这种廉价的包容背后的代价到底有多昂贵。咱们直接拿硬数据说话。回看2019年，当周边地区因为各种社会运动闹翻了天，街头彻底停摆，连地铁都被砸烂的时候，新加坡这边发生了什么？新加坡各大银行里的非居民存款，也就是老外存进来的钱，出现了极其罕见的暴涨。短短几个月，几百亿的资金疯狂涌入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再看看最新出炉的2026年 FM 韧性指数报告，在政治稳定性这一项上，新加坡常年死死定在全球前3的位置，把周边那几个天天闹腾的邻国远远甩在几条街开外。朋友们，这叫什么？这就叫社会稳定等于真金白银。当周边火光冲天，吵得全乱套的时候，全球的顶级资本、跨国企业巨头就像闻到血腥味的大白鲨一样，拼了命的把钱、把顶尖人才、把亚洲总部全往这个看似不近人情，实则硬的像块铁的岛屿上搬。所以赶紧收起你们对新加坡太敏感的那点同情和误解吧。新加坡根本不是在针对某一个国家的人，而是在不计一切代价的维持一个全球绝无仅有的无尘车间。在这个车间里，规则的齿轮扣得死死的，没有任何灰尘可以落进来。谁要是想带着政治病毒混进这个车间搞破坏，谁就得立刻滚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尚木根部长在那篇长文里特意强调了一句话，他说自1965年以来立场一致，这句话的分量绝对比你表面听起来要重得多。新加坡现在这种硬气根本不是今天一拍脑门才有的突发奇想，而是几十年来用一次次硬碰硬的实战，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威信。咱们把时间拨回1994年，去看看那场惊动了整个白宫、震惊全球的麦克费案。当年一个叫麦克费的18岁美国小年轻跑来新加坡瞎混，在富人区疯狂涂鸦，破坏了好几十辆汽车，还拔车牌。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破坏公物抓到了就必须挨鞭刑。大家要知道1994年的美国是什么地位？那是冷战刚打赢，全球独霸，经济和军事实力牛到天上去了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求情，公开在记者会上说这个惩罚太过了。不仅如此，美国那边还直接施加了极强的外交压力，甚至有美国政客跳出来威胁，说要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把第一次部长级会议设在新加坡，用经贸利益来逼迫新加坡低头。美国媒体更是满世界发报纸骂新加坡野蛮，呼吁美国企业撤资。你脑子里过一遍那个画面，一边是掌握着全球绝对霸权的超级大国总统，带着整个西方的舆论机器亲自开口管你要人，
另一边是一个建国还不到30年，连自来水都得靠邻国供给的小红点。当时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死死盯着新加坡的法庭，所有人都在打赌，看这个小国会不会吓得腿软，会不会找个台阶就顺坡下驴，随便罚点钱就把人给放了。毕竟得罪了美国，后果谁承担得起？结果呢？新加坡给出的回答干脆利落，就一个词 ：no。李光耀当时的态度极其明确，如果因为他是美国人就免除鞭刑，那新加坡以后还怎么管教自己的国民？求情完全无效，鞭刑照样执行，该挨的打一下都没躲掉。鞭子抽下去，屁股开花的教训直接刻在了那个美国青年的身上，也永远刻在了全世界的认知里。新加坡的法律字典里没有因为你是美国人就放他一马这几个字，也没有因为你是大国总统就看人下菜的规矩。只要你踩了红线，管你背后站着谁，照打不误。这就是新加坡政府向全世界发出的第一张最强硬的名片。看到这里，我真的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当时的决策者，面对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极限施压，你敢不敢对克林顿说出那个 NO？ 觉得敢的在评论区打个敢，觉得肯定会妥协的打个难。咱们看看有多少人能真正扛住这种国家级别的降维施压。总有外面那些光会动嘴皮子的评论家，喜欢把新加坡比作一艘小军板。他们觉得新加坡太小了，随便一个地缘政治的浪头打过来，这艘破船就会翻底朝天。大错特错！今天的新加坡早就不是什么破木板船了，而是一艘满身都是装备、雷达全开的隐形盾舰。从1965年被马来西亚踢出来，被迫独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的建国一代就彻底明白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我们没有腹地，没有资源，甚至连喝口水都要看别人的脸色。在这样一个地狱级别的生存模式下，新加坡唯一的护城河就是绝对的秩序。为了死死守住这道防线，新加坡不仅有专门对内的内部安全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ISA， 只要发现你危害国家安全，不需要经过冗长的法庭审判，直接就能把你抓起来预防性拘留。到了现在的数字时代，新加坡更是动作极快，直接在2021年通过了防止外来干预法案，也就是 FATCA。这玩意儿简直就是国家级的防火墙。这套主权免疫系统，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扫描着网络上任何想渗透进来的外部干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网军，还是哪个拿了境外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只要敢在新加坡煽动对立， FATCA 马上就能教你做人。咱们再来算一笔最现实的经济账，看看新加坡这种死磕到底的硬，对我们每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是个开公司的企业主，在新加坡，你永远不需要把员工罢工、街头暴乱、政权突然更迭导致公司瘫痪这些破事写进你的年度风险评估报告里。你可以踏踏实实地赚钱。如果你是个每天挤地铁上下班的打工人，你必须明白一件事：你每个月卡里领到的薪水，你端着的饭碗，全是由全球资本拿钱撑起来的。而这些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资本，凭什么把钱投在这里？他们看中的就是新加坡这种绝对零干扰的营商环境。再退一步说，我们看看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 CPF 和祖屋制度 HDB， 这不仅是养老和住房工具，这是把每一个普通人的财富和国家的稳定直接绑在了一起。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父母，你辛辛苦苦攒钱，把孩子送进 NAS 这种亚洲顶尖学府，你是希望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做研究，拿高薪 offer 拼个好未来，还是希望他被某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外籍博士洗脑，热血上头，跑到街头去举牌子，最后背上案底当了政治势力的炮灰？别人跑来煽动几句，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来的烂摊子谁收拾？国家经济如果因为动乱下滑了，你祖屋的价值马上跟着暴跌，你公积金里的钱马上缩水，这就是最底层的生存逻辑，根本容不得半点圣母心泛滥。很多西方媒体天天在报纸上批评新加坡，说这里管得太严，缺乏所谓的街头表达空间，这就是典型的认知错位。新加坡的治理逻辑极其清晰，而且极其冷酷，国家是用来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绝对不是给你们这帮政客拿来做社会实验的试验田。这次上木根部长发几千字的长文，根本不是为了在网上和谁打嘴炮，而是在极其精准的划线，这根线
实实在在地划在了雾岚和大使关卡，也划在了每一个想干预新加坡生活的人心里。这套机制的潜台词非常直白，欢迎你来做客，也欢迎你来赚钱，但你绝对别想来当家做主。大家把新加坡看成一个极其高端、造价千亿的服务器机房就行了。外面的世界刮风下雨，病毒肆虐，今天这里打仗，明天那里制裁，但只要你进了新加坡这个机房，温度永远是恒定的，系统永远是稳定的，绝不会死机。而那本红色的新加坡护照，或者你手里拿的 P2 准证，就是进入这个顶级机房的最高权限通行证。新加坡政府每一次对外部干预的硬刚，每一次把法迪亚这种人踢出国门，其实全是在为每一本红色护照进行最硬核的保值。它不硬，你的护照就不值钱，你的房子就会暴跌，你的工作就会泡汤，就这么简单。拆解到这里，咱们终于彻底看清了新加坡这块硬骨头的基因图谱。在这个到处充满不确定性，到处都在互相掀桌子的世界里，一个小国想要活得有尊严，活得富足，靠的从来不是两头讨好，也不是跟着别人瞎混。相反，新加坡能混到今天这个亚洲首富的地位，恰恰就在于它在核心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其强硬的不听话，不给邻国面子，不给超级大国面子，甚至不给那些所谓的国际主流舆论面子。在这里，只给法治面子，只给秩序面子，只给老百姓的饭碗面子。所以，面对这样一个软硬不吃的新加坡，你认为这种一点面子都不给的硬气，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你在动乱时代的安全感，还是让你觉得这里的规则确实有些太严格，太不近人情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看法，咱们深度交流一下。在这个信息战早就比实体战更激烈的时代，拒签一个外籍博士，仅仅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想知道新加坡这套隐形盾舰系统到底是怎么在 AI 大爆发的时代，精准拦截假消息和认知战干预的吗？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